我是看他想不出概念，可怜他才帮他的。我怎么知道他竟然整个照抄啊？你真的爱上了孙悟空？难道你忘了师傅是怎么死的吗？我没忘记，但是我没办法控制我的心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就到此为止吧。我希望你能够找到那个会为你无条件付出的人，他会为你傻傻的等待。哎，今天初一我们吃素，我跑了很多地方才买到这些好吃的斋菜。这是如玉轩的罗汉三宝，这是四马路出名的素刨饼，这个是黄鹤楼的佛钵飘香。老板，对不起，这些日子都没有回你的电话。小事，来，赶快吃吧，下午还要为公司开会呢。老板，你真的还要我回公司啊？对呀，我对你是绝对信任的，我知道你也不是故意的。我确实抄袭了其他人的点子，这在这行可是大忌啊。那你看，虽然这些菜都是著名的招牌菜，但是老实说，黄鹤楼的佛钵飘香，它的芋头钵不是每一次都炸得很脆的，但是因为它出名，所以排队的人还是很多。可是我知道佛钵飘香的芋头已经不脆了。老板，我最近真的想不出任何 idea。搞创意的遇到瓶颈是常有的事，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。你今天想不到，可能明天你就想到了呢。可是，总之，我不会接受你的辞职。老板，再让我考虑考虑吧。指尖穿梭千年弹指间，划过一条斜线，已被荒废，带着痕失联。刹那间，所有离别刹那间，对不上的也何来的亏欠，来不及忏悔。使命告诫无言，却为爱无法缱绻。命运玩弄这一切，爱恨中周旋。别避开前世缘，别避开前世缘，此缘一定绵绵无限。战无不胜，只是头衔中摆在红颜，注定需要为爱冒险。别闭着那双眼，别闭着那双眼，请别拒绝熟悉的脸。轮换转过了多少回，只求的谅解，灰飞烟灭也轻烟。什么事啊？有什么话就说吧。我脑袋有个肿瘤，放心，医生说我的情况会好转的。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会陪着你。你也要答应我，小事大事都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你最近还会头痛吗？
还会做那些奇怪的噩梦吗？最近都没有了。那你就在家里好好休息，别急着回去上班了。可是老板对我那么好，我很难拒绝他的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保重的。可能就是因为你没上班少用脑，你的病情才会有起色。搞创业很伤神的，你怎么保重啊？再说，你回去上班就会见到彩月。小心，我跟彩月真的没有什么。我是担心他又跟你说那些莫名其妙的故事，又影响你，让你做噩梦，害你的病情恶化。老板对我有知遇之恩，我不想让他失望。老板说的口水都要干了，他们还是坚持要解约。虽然大家都很有礼貌，说行情不好，资金不足，不过这一定是跟战神的关系有关系的。你叫大家10分钟后开会，我有事要宣布。OK。今天召开这个会议，主要是要向各位交代2件事：一，耀进对于公司被提控的事件，始终感到很过意不去，所以他昨晚已经正式向我引咎辞职了。我知道现在你们还很责怪耀进，但是我认为，现在要做的不是追究责任，而是找一个合适的人选来带领 A 组，那公司才能够如常操作。老板说的对。经过慎重考虑之后 ，A 组创意总监的位置就交给平安来接任。我不行啊。老板，平安只是撰稿，从来没有独自完成一个项目的经验，升他做 A 组的创意总监，会不会有点不太公平？这就是我要向各位交代的第2件事。其实，平安是我亲大哥的儿子，我的侄儿。我打算退休后把生意交给他打理。平安，你就当这是先热身领导 A 组，也好锻炼锻炼你的领导能力。可是我创意不行。有谁生下来创意行的？慢慢学就会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坐在这里的都是自己人，有什么话就说吧。既然大家没有意见，我反对。皮尔，你今天的意见倒是挺多的啊。战神的抄袭事件，已经令我们公司成为同行的笑柄。如果现在我们还任人唯亲，公司的形象就会尽毁。那试问，以后我们怎么在广告界立足？有这么严重吗？我听说你 B 组的客户也走得七七八八，只剩下一个厕纸的广告，难道你还没有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？那你的意思是，你们 C 组都没有客户跑掉过咯？对，在我极力的游说下，我们 C 组一个客户都没有少。哇，来，我们掌声鼓励一下啊！哇，你这么厉害，那 A 组、B 组、C 组3个组你全都管到完了。A、B、C 组管到完我不敢当，可是，在还没找到合适的人选之前，我不介意辛苦一点，帮忙看着 A 组。皮尔，你会忙得过来吗？为了公司，再辛苦也值得。老板，我认为还是应该给。我赞成皮尔的提议，我可以从旁协助，顺便向他投食。皮尔，你兼顾得来吗？我会努力的。你真的有把握？我们的公司是个老字号，我绝对不容许外界说我们的创意总监抄袭、靠裙带关系、好吃懒做。讲这句话看着我干嘛？我当然不是在说你啊。好，那就劳烦你暂时看着 A 组吧。谢谢老板，我会努力的。
是说要啊，平时谦虚也就算了，也不用把总监的位置让出来给他吧？要不要打呢？打，狠狠的打。一朝得势语无伦次，觉得自己留下几个客户就了不起，讽刺我，明明就跟我过不去嘛。走，我们去楼下等他。我是说要不要打给白雪？打给白雪干嘛？他有便宜的打手介绍啊。他爸爸过世了。他爸过世关你屁事啊！他现在一定很难过。小心，关于爸爸的遗产。爸，现在别说这个了。你听我说，再不说，没机会说了。我会把房子的现金留给你大哥，但是公司一定要好好帮我看着。妈，你都说了。还有一样东西，你一定要帮我好好的保管。我们白家的传家之宝，我们白家这么多年的荣华富贵，都是靠他的。千万不要让你大哥拿到。不会的，爸，别再说了，爸，别再说了，来，你小心。为什么只有30%的股份，而且只是使用权，还要履行什么狗屁条例？爸的意思很简单，订立条款就是不希望你卖掉我们集团的股份。让你参加80%的股东大会，也只不过想你多关心公司的事。我呸！随便给我几套房子，还有几百万的现金，还有一些古董，就想打发我，老糊涂！你可以不要这样过分吗？怪不得你不让我去医院见这个老家伙，因为你要他把整间公司都给你，对不对？我会上诉的。够了。你的股份我可以还给你，我只要这个。那个就是你说的传家之宝。看起来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了。我有一个专门研究古董的朋友，可以帮你拿给他看看。总之就是不能让我哥知道。当然。不然我先拍张照吧。其实，你爸不是说让你拿股份跟你哥哥谈判？你现在那么轻易的把30%的股份就让给他，以后很难管他的。我不想白家争产的事每天闹新闻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来喝汤吧。我知道你不喜欢油，所以我先去了鸡皮才炖的，还加了2片花椒，喝喝看。你看看你，才熟了2页，
就这么憔悴。真的好累，有你这个闺蜜真好。要进没事吧？对不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会这样，对不起。你休息一下吧。我去上厕所。你今天看起来像一个人，什么人？牛郎的老婆织女。我怎么可能像那个笨女人？也对，其实你比她还笨。至少她的男人对她死心塌地的，你那个，哈，世上还有狐狸精勾引不到的男人，狐族的脸都被你丢光了。我想要用法术，我早就用了。我要的是他的真心。1000年之约转眼就到，杀了臭猴子一了百了才是上策。原来狐狸流眼泪是会变傻的。我就相信他会为了我放弃变回孙悟空。你怎么这么死心眼？我们有1000年的恩怨，他怎么可能会爱上你？他现在是照妖镜，根本就没有前世的记忆。他没有前世的记忆，难道你也忘了我们的血海深仇吗？为了一只猴子，赌上1000年的修为，值得吗？只要除掉花妖，1000年之约就化为乌有，我和妖精就可以双宿双栖。花妖也非等闲之辈，如果拿不下他，就会打草惊蛇。我自有对付他的法子。嗨，好闷哦，不知道现在小石头怎么样了？好，现在来到今天最后的议程，我反对。陈叔叔都还没说，你反对什么？我反对继续开会啊，肚子都饿了。
各位，不然我们先吃吧。对面聚宝楼的佛跳墙真的很好吃的。最后一个议程了，他们再吃吧。我们的 CEO 说什么就什么咯。我们集团旗下天山家电的新空调下个月推出，董事们觉得广告公司有些问题。不是已经指定包叔叔的公司负责，有什么问题？老包的公司最近被人告抄袭，我们担心会影响我们的名声。我觉得只要我们看紧一点，是不会有问题的。这点我赞成啊，怎么可能会有问题呢？我们的 CEO 跟包叔叔的侄儿包皮人在一起拍拖，以他们的关系，关起门来一家亲。反正抄得好也是一门艺术，不一定会被揭发的。就算被揭发，顶多我们白家就受害者了。不管和谁拍拖都是私事，和两家公司的合作是不会有冲突的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跟包叔叔那里已经签约了。只是签了一个备忘录，又不是签死约。备忘录没有规定天山家电的广告一定要跟他们合作。之前白家肉骨茶的广告大家都很喜欢，不是吗？妹，不要说哥没有为你着想。为了不让大家觉得你这位新上任的 CEO 假公济私、偏袒你男朋友，不如我们把这个广告交给外人做吧。我没有假公济私。我有个老同学最近在法国康城得奖，不如我们就把这个广告交给他吧。其实多一个选择也不错。我们的预算能配合吗？我都说是我老同学，价钱可以谈的。哥，你是故意来捣乱的吗？我就是来反对的。不如投票，我们一起来表决。投票好啊，早死早超生，大家可以吃饭哦。赞成继续用老包的广告公司的，请举手。要进来，老板，这么晚了，怎么还不回家？客户没有采纳公司的点子，所以你就这么颓丧？老板，我是一个新人，你给我一个这么好的机会，负责这么重要的项目，我这个猪头却搞砸了。我觉得很对不起你，更对不起公司。如果当初你把这个项目交给其他同事负责，说不定我们就不会失去这个客户了。你有没有时间？我讲个故事给你听。从前有一个做雕塑的年轻人，好不容易在镇上赚了一些钱，要回家过年，怎么知道在回家途中遇上了强盗，被洗劫一空。他很绝望，一整年的努力就这样付诸于流水，这个年该怎么过啊？他想着想着，不禁悲从中来，放声大哭。刚好这时候有个老和尚经过，就问年轻人发生了什么事。年轻人就一五一十把自己悲惨的经历告诉了老和尚。老和尚听了故事之后，就告诉年轻人，你眼下有两条路，第一，你可以哭着回家，把自己悲惨的经历告诉你的媳妇儿，你们就可以拥抱在一起痛哭。那强盗抢走的就不只是你的财物，
而是你全家人的希望，那代价就很大了。如果你选择第二条路，一笑置之，重新再来，那你所失去的也就只是你的财物罢了。年轻人一听，马上收起眼泪，向老和尚道谢。老和尚问年轻人是干什么活的，年轻人说他是做雕塑的。于是老和尚就把他带回寺里，让他帮忙完成一座佛像的雕塑。几天后，年轻人终于完成了一座栩栩如生的佛像。老和尚给了年轻人一些钱，当成是酬劳。年轻人就开开心心的回家过年了。人生总有一些不如意的际遇，遇到挫折，脚下通常有2条路可选：一，绝望之路；二是希望之路。路要怎么选，就看你自己了。再好的石头，如果没有经过打磨雕塑，它始终还是一块烂石头。你是一块好石头，肯定可以被打磨成受万人膜拜的佛像。我不会看错的，好好被雕吧。伟平啊，怎么了？小叔晕倒进医院了。啊？老板为什么会突然晕倒？他刚才接到百事集团的电话，一听说百事集团接下来的广告不需要我们做，就晕倒了。老板，你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我刚才梦到佛祖，他说我在人间的磨难还没受够，还不能回去。医生说要留院休养。我看我里面的零件啊，已经是坏得七七八八了，还要一段日子维修呢。你现在已经休养，可惜现在公司很乱，公司会搞成这个局面都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这样一走了之的。老板，如果你还愿意相信我这个被打抢的人，我愿意再回来。你还记得那个做雕塑的年轻人？当然，我不会甘心只做一个小石头的，我一定会成为一座受万人尊敬的佛像。老板，你放心吧。好，公司就靠你。大家早 ，George，Joyce， 早。Hi boss，sorry 我们很忙。你很忙，我们都没有客户。多亏 boss，I mean ex boss。走了，去喝咖啡。Sorry， 没有去迎接你，我的大恩人。我什么时候成为你的大恩人了？如果不是你，我哪有今天啊？话说你们 A 组的办公室风水真的是很不错。自从我搬来这里之后，连中了2次彩票，股票也赚了钱，多亏你了。不好意思 ，boss， 你回来了。哎，不是吧？你还不知道？平安，你有没有告诉你的 ex boss， 说我现在是 A 组和 C 组的创意总监？我有，平安有跟我说。那就好，吓死我！我还以为你要回来拿回你的办公室。好了，平安，带战神出去拿回他的东西。哎，顺手把门给关上。我有一个 idea 要跟客户谈，你知道，这是机密，被偷就不好了。Thank you。
，boss， 不好意思，皮耶说这里暂时给你用。他之前的办公室呢？那里现在变成一个小型的会议室。boss， 我先帮你整理啦。没关系，我自己来，你去忙你的。那我帮你泡杯菊花茶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我西组那边太多案子要处理，所以迟到了。还有，因为那边要见客，所以才把大家安排这个狭小的空间。Jason，你 OK 吗？没关系，有地方开会最重要。躲在里面干嘛？出来啊！来。你说白市那边有好消息？我费了很多时间，才说服他们再给我们一个机会，去竞投天山家电的空调广告。我决定这个案子交给你们做。所以天山家电由我们 A 组来负责。我很公道的，上次的肉骨茶广告也是你们做的，这一次就再交回给你们。Jason， 有什么想法吗？要想想。你是战神哎，丢几个点子让我们听听。不如你先讲吧，不然每次我们先讲，你又要说我们是猪头。其实我先声明好，如果要抄的话，就抄远一点的国家，不然很容易被发现的。你就先让 boss 想一想吧。哦，想。空调啊，自从被控告后，公司就愁云惨雾。不如这样，你就当说一个冷笑话，让我们笑一笑，大家刺激，开心一下，说不定适合卖空调啊。抱歉，我暂时还想不出来。想不出来啊？那公司请你回来，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？我可以做后勤，支援大家。哎，这个主意不错啊！你们看，战神就是战神，态度多好啊！把我们害成这个样子，没有拍屁股走人，还勇敢回来面对。你们要向战神好好学习，知不知道？再忍几个小时，加油！你先换了衣服才出来行不行啊？哦。终于回到家了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严格来说，这里只是我们这一次暂时的家。耀金怎么不在家啊？不知道，他已经很久没回家了。土地公，唐鑫跟耀金告白了。是吗？不是叫你盯着他们吗？你只交代我帮你的电话充电。我有那么多短信，你为什么没有帮我回？你没交代我帮你回啊？怎么不告而别？我们都好想你，你快回来吧。土地公，妖精说他想我。是他们。他平时那么酷，那么骄傲，都这么说了，那他就是真的想我。耀金终于想我了，他想我，我有机会了，我有机会了！嗨，大家，我回来了。彩月，你放完假回来了？现在还不到年尾，公司怎么那么少人啊？这个说来话长啊。
战神呢？我的颜色笔呢？谁拿我颜色笔啊？不是说要10份资料的吗？为什么现在只有5份？颜色笔来了。对不起，那个复印机没有纸了，我现在去装纸，就把剩下来的资料交给你。快点。好。战神居然没有发脾气。彩月，你回来了。别走。放假我们好玩。彩月今天第一天回来上班，我请大家吃早餐。来，take order。take order。哎，来了。要吃什么？我要咖啡少糖多奶。我要咖啡多奶少糖。我要咖啡少奶少糖少咖啡。再来一个红面包多改呀。好，我要炒面了。老板。我要salad。我要炒粿条。你们都在玩什么游戏啊？你慢慢就会习惯了。我们的战神已经全面升级，变成一个一站式服务的神。他的服务态度可是很好。我要一个英式大炒餐，太阳蛋7分熟，送来5个。嗨，好久不见。要吃什么？我帮你。不用，我可以。我有事情要问你，为什么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为什么你把办公室让给别了？为什么你让同事们呼来喝去，你都没有骂他们？为什么你帮我们take order买饭？为什么你昨晚没有回家？为什么你？为什么你要问那么多为什么？因为我不知道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，我担心你。我很好，什么事都没有发生。耀静，我。莎拉，问吗？外卖到。没有问题，辛苦你了。拜拜。拜拜。下班啦，你要去哪里？是不是要去吃饭？我可以请你吃饭啊，还是你约了人？约了谁？我认识吗？一起吧。耀静。哦，你约了唐心姐姐啊？那我 ，Hello。你们要去哪里？一起啊？你又不知道我们要去哪。唐心姐姐，你们要去哪里？我们去吃饭。可以一起啊，走。现在好朋友流行牵手。你家的桌灯坏了，今晚怎么工作啊？没关系，我改天把灯泡换了。你家还有灯泡吗？我知道前面有间店有卖，你就下去买吧。不急啦，等吃晚饭再说。反正顺路嘛，要不然你会弄坏眼睛的。我就停下来等你，你去买。唐心姐姐，你和耀静是不是已经？我们已经交往一段日子了。一段日子？我才走1个月。耀静她做了一些事，让我很感动。唐心姐姐，你之前跟我说过，你和耀静之间只有大爱，没有儿女私情，怎么会？你骗我！我没有骗你。我只是一直在骗自己。爱情这东西真的很奇妙，它可以一直在你身边，而你自己却不知道。你们在一起1个月，你们应该不会太亲密吧？你很保守的，对吗？彩月，有些事情好像不是很方便说。买好了，走吧，好饿。好啊，想要吃什么？
都可以，你拿主意。法国餐都好。土地公，土地公，你给我出来！土地公，干什么啊？你给我老实招来！这几个星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这几个星期没事啊。说不说？真的没事啊。哎，都是我啊！我说，我把你最喜欢吃的乳酪给吃掉了。哎呦，我忘了帮你浇花了。我不是说这些，我是说关于小石头的事。臭猴子？说不说？我听说他工作上遇上了瓶颈，不小心抄了一个外国的广告，害公司被人告了。难怪他会把办公室让给皮儿。为什么你会早点告诉我？你在闭关，我不想影响你修炼呐。我不是交代过你要保护小石头吗？我有啊。那他为什么会出事？哎呦，他工作遇上瓶颈，关我什么事啊？好，不关你的事。那他跟唐鑫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？有吗？他就住在我们的隔壁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我只知道他每天晚上没回家，原来他去了唐鑫的家。是啊，小时候去了三藏师傅的家。那怎么办啊？乱了，一切都乱。那我们回不去了。对，我们谁也别想回去。我会灰飞烟灭，你再也当不了土地公，再也见不到土地婆。是猴子，我被你害死了。不是有人说不用法术吗？这不是法术，这是喝了连神仙都把持不住，任你摆布的仙人醉。没错，你不是普通狐妖，你是九尾狐，不就是一只臭猴子？需要自贬身份用春药吗？我不能让花妖坏我的好事。我跟妖精相处那么久，他心里是有我的。只不过那花妖对他百般蛊惑，不断纠缠，他才会三心两意。那又怎样？我一定要让花妖对他心灰意冷，放弃让他变回孙悟空。没有孙悟空，就没有千年之约，我们就可以高枕无忧。庆祝我们交往1个月。是从那天终于没人觉得伤感，是从那天学会把无奈全隐瞒，情人节都婉转，把回忆都刺穿，就算遗憾，也就只能遗憾。遗憾总好过纠缠，感谢你陪我把错完，就这样好聚好散，请别让彼此不安心乱，心酸。